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今天回到了店里刚拍了一个视频，就是把滇红茶所有的品类跟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茶的话，它在发酵在这个60%到70%这个区间，入口之后甜度非常好，然后这个野韵就非常足。等你咽下去之后，它回上来的那种甜度就非常高，然后生津感就立马就出来了，然后喉韵就会非常顺几乎快到肺部的那种，而且它入口的汤感就很细腻。然后就这种热量就像在你口腔里面散开，然后汤下去的时候就那种滑下去的那种感觉就会有。我们来冲泡喝了第二泡。其实像这类茶，尤其是红茶，很多人说它泡不出来那种甜度。其实当你泡茶的时候，你的水温可以降低到95度之后，它出来的那个甜度会更好。哇，生津，口腔里的生津非常明显。这一块的
那种很顺畅，就是鼻腔好像是就被打开的那种感觉。这就是野茶。好，我们来焖泡它一下，来展开这个叶底给大家看一下。焖泡了3分钟呢，是为了它叶底让它展开。展开之后，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叶底，尤其是红茶，焖泡之后特别容易出酸味，发酵当中的一个味道。如果有那个味道啊，那就是烘焙上面不够好，烘焙的时候它一个干燥的速度比较快，跟这个味道去掉的一个速度是成一定的正比的。我们先来闻一下这个，这个野味啊非常重，就是发酵的那种五味啊，它就没有。它的苦涩啊很没有，就是没有苦涩，但是涩会焖泡之后啊会略微一丢丢，就是一点点。但是你入口的水细度就非常好，你就像这个水是从你喉咙里滑下去的。茶的一个酸味，其实我们是需要反复几次去试的。它有的时候跟水有关系，跟你今天的食物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反复综合几次试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茶到底有没有酸味。有些茶酸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你就马上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个茶是有酸味的。比如说像有些你感觉到略微的会有一点酸味，可能是跟你泡制茶的一个水是有非常关系的。在我的茶友当中曾经遇到过，他是用自来水过滤之后的那个水拿来泡，这类水呢它展现不了这个茶的一个香味、香气跟甜度，它展现不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试茶最标准的试茶是用纯净水去试茶，因为纯净水里面不含任何矿物质。给大家来检验一下这个茶的一个叶底，一个茶做的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盖碗当中留了什么，很少有细碎，说明这个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揉茶揉完之后，我们告诉大家这个茶是怎么做。这样比如说发酵之前是揉过条的，就是萎凋之后就开始机器是揉条揉之后会有一定的揉碎的条。但是像我们为什么会做出来这个茶是粗条形的，然后揉条完之后它是经过打过的，把一些碎末打掉的。所以说这个茶泡制之后你不用滤网，你会发现很少有这种沫沫渣渣啊，茶底非常干净。你像这个叶子，这个整体的发酵大家看一下，它是非常均匀的，一个发酵的均匀度啊，就整一个叶子和叶条的整个条的一个发酵均匀度会决定这个茶的口感会怎么样。有不一样的叶底条形，但是每个整条的均匀度啊，它是决定了这个茶的口感、生熟还有它那个色底啊。好，本期关于制作红茶和这个茶的评判的一个视频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